家蛋们，紧急插播一条版本更新内容，那就是第5弹格新增2v8模式，并且迎来新地图惊魂火车站。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新增一名逃生者贵族夫人多罗西亚。首先是新加入的2v8模式，在此模式中，每局游戏将有2名追捕者和8名逃生者，并且追捕者不能重复选择同一角色。我的个豆儿！我在想啊，到时候一个母象后面跟着8个小象喊妈妈，那场面该多壮观呀！其次是该场内一共有11座蒸汽炉，逃生者在激活7座蒸汽炉后，就可以开启逃生之门。当对局内只剩下最后一名逃生者时，就会开启2个地窖。除此之外，此模式下每个逃生者的生命上限都提升至3对，就是说现在可以挨3下打了。虽然看起来逃生者的容错率是变高了，但别忘了现在一共有2个监管者，遇到1个还好说，如果遇到2个一起的话，那不等于没家吗？当我们打开逃生之门后，逃出5个人或者5个人以上，则是逃生者胜利；要是只逃出了4个人，则是平局；但如果只逃出了3个人或者3个人以下，则是追捕者获胜。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在2v8模式下，逃生者居然可以升级技能了。Nice. 我们可以通过填煤、救援、治疗、自愈、牵制来获得经验值，每次升级即可获得1次成长机会。这还真就是把第5的联合狩猎搬过来了呀！再来看看我们的新逃生者贵族多罗西亚，他的专属被动是可以在小范围内透视追捕者。替身使用技能后可以召唤一个替身，该替身会延续主人释放技能时的行为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还可以获得短暂的隐身效果。等等，这不是秒替？这时候就有家蛋问了，这个多罗西亚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呀？别急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背景故事。随着马戏团审判的成功，那团神秘的绿雾向着更远的地方飘去，由此引出了我们新加入的第2张游戏地图惊魂火车站。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风雨夜里，一辆马车停在了候车室前，多罗西亚踩着车夫的后背走下了马车，随手向空中抛了几枚便士，径直走向了候车室。在候车室里，多罗西亚捏着鼻子，刻意地远离那些不优雅的蛋仔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的性格非常的高傲，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或者说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和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。通过蛋仔们的交谈得知，原来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火车进站了。多罗西亚看向了自己手中的斗犬宴门票，变得愈发焦急，因为他太想见见那只新来的猎犬了。这么说来，贵族和驯兽师可能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报童说要给大家讲几个有趣的故事。众人本就无聊，所以干脆就围坐在一团，听着报童讲起发生在绝命镇的几桩悬案。但是在多罗西亚连续听了几桩之后，他只是轻蔑一笑，因为作为上流社会的夫人，他所讲的这些故事根本不足以激起他的兴趣。可就当报童念出发生在10年前的艾琳小姐绑架案时，多罗西亚的瞳孔骤然收缩，过往的回忆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那么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贵族也是一个十足的恶人。至于艾琳是谁，我猜测她也是一个贵族，应该是和多罗西亚处于对立面，所以才会导致艾琳绑架案这件事的发生。当然，具体的后续故事还得等刚一更新。看来逃生者全员恶人这句话是真的呀。